们先起45个锁针，这45个锁针里面包含了1针的立针，这一针不算，勾45个锁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勾7行的短针，7行的短针结束之后，我们要换白色的线。好，45个锁针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把织物翻转，我们勾后面的里3。因为第1针是立针，所以我们不勾，我们从第2针第2个里3这里，背面这里入针，然后勾短针。勾44个短针，第44个短针，然后把线勾过来，长线，因为这个线勾起来有点像塑胶，会比较不好长线。锁针，然后我们接着把6行的短针完成。好，蓝色的7行，最后1针这里呢，因为我们要换线，所以就勾一半就好。换白色的线，好，把线压在下面，然后记号扣拿掉，绕线，线带过去，一样是1个锁针。接下来我们一样都是勾短针，然后我们就顺便把线藏好。都是勾短针，因为这个线比较硬，所以长线的时候，我们先不要把线剪掉，就长到一定的长度再来剪，不然它会弹回去。这样就可以，再稍微拉一下，拉紧，然后再把多余的线剪掉。然后我们就照这个方式呢，我们勾7行有颜色的，1行白色，然后再换线7行，1行7行，然后我们勾到第2次红色这里的第3排结束。我们红色第2次的第3行完成之后呢，一样是先起1个锁针，然后翻转织物。接下来我们勾4个短针，
然后4个短针完成之后，钩5个锁针。然后下面的短针我们也是空5个短针，在第6个针路这里继续钩短针，然后钩到最后第9针这边，剩9针这边，我们可以先数好，先做记号扣。在第9个倒数第9个短针这里做记号扣，然后我们先钩短针，把它钩到记号扣的前面这一针。好，到记号扣前面这一针呢，我们一样钩5个锁针，然后一样空5个，在第6个针目这里入针。我们最后应该是剩4个短针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把它完成。因为它这个线很硬，钩到最后手会痛，会一直磨。然后你们也可以像我这样子，就是去买那种便宜的白色手套，把手头剪出来，这样才不会磨到很不舒服。如果遇到钩很硬的线的时候，然后接下来呢，一样是7个锁针，然后翻转一样，都钩短针。在每一个针目里面钩一个短针。好，在我们刚刚的锁针里面呢，一样，我们把它翻过来，我们挑半针，挑半针，然后钩一个短针。这一排就是都这样子钩，然后这一排钩完之后呢，再钩2排的短针，然后把它锁1个锁针之后就可以断线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前后带针的钩法。最后一针钩完之后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就可以断线，拉紧。接下来我们包身的侧边，我们要起19个锁针，然后钩18个短针，然后就是照刚刚的规律一样，7行的有颜色的，1行白色的，就照这样钩，钩到红色这里。那这里我就不再做示范，因为就是钩法都是短针换线这样子而已。好，我们来钩包底。我们起19个锁针，19个锁针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把刺物翻转，然后我们第1针不钩，我们在第2个里3里面钩短针，我们总共要钩18个短针，然后要钩44行。最后一个里3短针，然后钩一个锁针、立针，用长线把线带过来，翻转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在每个针目里面都钩短针。
共要钩44行，包括刚刚的这一行。我们把它完成18个短针，完成44行之后，一样锁一针，然后断线。锁一针之后，就可以断线。拉紧，来缝合。然后我们就用记号扣稍微给它固定一下。然后固定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一下正反面，正面在外面，这边这样是正面，然后这里是反面，反面在里面。然后我们先从底部开始缝合一圈，然后底部缝合完之后呢，我们再缝外面这边这4边。我们先从短边这边缝合，把记号扣先拿起来。然后从侧边的包身入针，然后把线带出，锁一针，这一针不算，然后再一个锁针，做为起立针，然后我们在同一个洞里，然后顺便长线先压在后面，然后钩短针。我们就用短针来缝合这个包身。每一针都要对应到，才不会有针数缺少。就是每一针要对应到每一针的针目里，我们要每一针都要对应到，然后旁边也是，旁边因为我们这边是侧边嘛，所以它这样是一排，这样是一排，这样是一排，所以我们也要对应，这样才不会勾到最后会针数不对。好，那我们就用短针先把底部，我们用短针先把底部这边先包一圈，然后记得就是要顺便收线，线把它压到后面就可以收线了。侧面这边一样是顺着把它勾过去就好了，只要拉紧。拉紧，再来就是一样对应每一个针目。到我们包底断线这里呢，会好像多一针，其实它不是多一针，是因为我们在断线之前，我们有多一个锁针把它锁紧，所以那没关系，我们就把它跳过去就好了。你就是到时候把它压进来，然后线要记得收，我们就是这样子一排。
继续钩短针。最后这里呢，我们挑第一针这里的半针就好，然后直接钩引拔。好，然后我们不断线，我们继续把这里钩。缝合起来，一样是钩短针，把它缝合起来。我们从正面这里入针，然后一样继续钩短针的缝合。拉紧一点。最后一针，一样是钩短针，然后再数一针，我们断线，到时候再来长线。接下来呢，剩下的3面呢，我们一样都是从外面，就是外面这里入针。像这一排这一行呢，我们就是从红色这里上面这里入针，然后勾下来。那翻过来这边，这边我们就是要从蓝色这边入针，然后勾过来。然后这个红色这边也是一样，因为我们都是要从正面这里入针，所以我们就要看它那个方向从哪边入针。我们接下来勾这边，我们从上面这里入针。这一针不算，然后再勾一个锁针，在同一个洞里勾短针。对应一针，然后就顺便把线藏进去，一样都是钩短针。我们把另外3边缝合起来。最后这一针呢，我们挑转角的这个整个针目，然后我们勾引拔，
们再锁一针，然后断线，拉紧断线。我们来钩这个提把，起6个锁针。拉紧，这一针不算，我们起6个锁针，然后翻转，我们从后面的里3入针，从第2个里3里面，因为第1针是我们的立针，这样，这个里3里面。钩5个短针，最后一针，顺便长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再钩4行的5个短针，起1个锁针、立针，我们总共要钩5行的短针。我们5行5个短针完成之后，先把多余的线剪掉。我们把它往后折，然后线拉到里面去，然后在第1个短针针目上面做一个引拔。接下来，我们钩一个锁针，做立针，然后在刚刚那个洞里，在同一个洞里，在这个洞里钩短针，一样都是钩短针，在每个针目里面。每一圈都是钩5个短针。1、2、3、4，下一针。每一圈都是钩5个短针，然后再回到第1针。我们一样是从外面入针，做引拔。这样子我们要钩29圈，5个短针，然后回到第1针引拔。
我们完成最后一圈的引拔之后呢，我们起一个锁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一样是钩5个短针，但是我们最后就不再做引拔，把它连结了。第5个短针，然后我们就不再做连结，然后我们一样起一个锁针，然后我们就返回去钩，一样是钩5行的短针，包括这一行。好，我们完成2行，再钩3行。5行的短针完成之后，我们再给它锁1针，然后就断线。接下来我们就把线藏好。包含带子上的线，我们也先都把它藏好。接下来我们稍微把它固定一下，然后就要来开始缝合。我们现在来钩背带，我们起5个锁针，好，翻转，我们钩后面的里3，第1针我们不钩，从第2个里3开始钩短针，总共钩4个短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都照这个方法钩短针，然后起一个锁针，长线一下，把多余的线钩到上面这一层。
我们4个短针呢，总共钩了126公分。那这个长度呢，可以依照个人的身高下去做调整。然后我们最后一排这边结束之后，断线，留长线，我们等一下要缝合用。留长线，我们把背带穿进去。然后穿的时候就是要让它顺顺的这样子过来就好了。这样让它顺顺的就好。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最好要钩之前，我们先把它用记号扣先固定。固定好之后呢，我们再确认，看是不是都是顺的，不要就是缝合之后才发现它打结或是不顺，这样就要再重来。就记号扣做好之后，我们再确认一下，就是它是顺的，没有扭曲或者是打结的那个现象。这样，缝合的时候没录到，所以我勾了一小段示范给大家看。我们用缝的。我们主要是外面半针对外面半针，然后里面的半针对里面半针。这半针，拉紧，然后都是同一个方向入针。这样子。同一个方向入针。最后一针。然后我们翻面，我们背面这里呢，也把它缝起来。长线的话就不用这样翻，这样织带很长的时候就不用像我这样翻过来，它就是稍微把它拨一下就可以过去了。然后我们一样，我们是勾剩下的，缝剩下的半针啊，不是勾，缝剩下的半针，一样都是同一个方向入针。
两面都缝合完之后呢，就可以藏线了。把线藏到那个织带里面。就把它藏进去织带里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里哦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谢谢观看，离开前记得订阅、按赞再走哦。